疫情解封，大家开始报复性旅游，但很多人都说在台湾玩很贵，品质又差，还不如出国。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国旅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祺。4天的端午连假要来了，你想在台湾玩还是出国玩呢？我们负责撰写这集的特别作者分享自己本来呢想要去澎湖玩，提早快3个月订房，结果喜欢的民宿呢却有90%客满，唯一有房间的1个晚上至少要5000元。他就很好奇明明网络上面有很多人都在批评国旅，比如说景点无聊又没有特色，或是交通烂到爆炸，住宿超贵，整个国旅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是处一堆人都说干脆出国比较划算。但是国内住宿还是订不到啊，这到底是什么状况？是大家其实很爱在台湾玩，但爱玩又爱骂，还是其实国旅真的爆炸烂，但大家又没有得选？那如果国旅真的那么烂，还有救吗？在开讨论之前呢，按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作为行销人、创业人，你会不会在面对快速挑战的 AI 趋势跟行销挑战时感到担忧呢？别担心，第2届 NextCon 次世代行销年会就是你需要的解答。这场年会集结了6位业界佼佼者，将带你深入探讨 AI 行销，并分享突破性的行销策略案例，让你在瞬息万变的行销世界里面站稳脚步。在 AI 专场里面，社群动创办人杰哥会告诉你行销创意团队如何与 AI 协作，而慢棒的 Manny 呢，则会带你了解国外的最新 AI 趋势，让你提前做好准备。同时 ，Infuse AI 的布丁将分享生成式 AI 如何更广泛的应用在行销领域。突破性的行销策略案例方面呢，先入访的郭佑将分享他如何用创新思维改变传统的通路行销。宝岛制造的牛宝贤则会揭露他如何运用色彩概念和跨界行销提高话题的热度。还有萨泰尔娱乐的 Sunny 呢，会分享沿上的行销策略以及如何应对社群操作的挑战。现在报名呢，就能够享有超早鸟7折的限时优惠，价格只要2999，使用优惠代码 NextCon Shasha 还可以再折200元。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千万别错过这场行销人的年度盛会 NextCon 次世代行销年会，邀你一起踏进转型的革命前夕。首先，在一片批评国旅声浪当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台湾的住宿费贵到没天理。有人抱怨228连假呢去阿里山住5星级饭店，结果一家4口呢住2万，不含早餐就要6万1。也有人呢在台北这个捷运站附近住旅店，5坪大的2人房呢，平日就要价3000多元，一样没有提供早餐。类似的抱怨在网络上面到处都是，很多人都觉得在台湾玩的住宿已经越来越贵了，以前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那大家的这些感受有符合事实吗？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资料，光以最近5年来看，旅宿业的平均房价确实是越来越高的。最贵的是这个观光旅馆，2018年的时候呢，大概是3700元，到了2022年已经将近4200元。而一般旅馆跟民宿虽然比较便宜但价格也有上涨趋势，尤其是一般旅馆整体的涨幅最大。但是疫情期间呢，游客量大减理论上面这些住宿房价应该要下滑结果每年都在持续的上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以正常的市场机制来说，当需求下滑的时候，价格通常也会跟着降低。但这几年疫情住房率的下滑，价格的变动却不大，整体甚至呈现上涨。针对这个现象，观光局的旅宿组组长认为呢，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原物料持续的上涨，基本工资调升，导致业者的营运成本提高。而静宜观光系的黄振聪副教授呢，则是分享，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旅馆即使降价，也没有什么人会去住。所以对于业者来说，不如就先维持，只要能够撑到疫情趋缓，大家开始报复性旅游的时候，就算价格变高，大家也会买单。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降价的动机。那以实际的状况来看呢，后来事情确实是这样子发展的。随着疫情逐渐趋缓之后呢，大家都想要出去玩，而且政府为了刺激消费，也推出了国旅补助，最后就是迎来了国旅大爆发的热潮。根据观光局的资料，去年暑假的平日呢，全台旅宿业者的住房率竟然突破了60%，假日更是高达了90%。而高雄住宿的餐饮业呢，去年暑假的营收也突破了14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接下来的双十连假还有元旦跨年、今年的春节、清明连假，根据各地观光局的资料，在热门的旅游县市，比如说是高雄台南、花东，整体的住房率都有8-9成。那如果想要在假期间呢，去吃知名的餐厅，可能都要提前很久先定位才吃得到。在品质的部分呢，大部分人都会抱怨的第一点就是交通，除了塞车以外就是疯狂的塞车，不管去哪里到处都是人。像去年的暑假期间，国道5号已经没有在管平假日，天天都在塞车。有人抱怨他在非假日期间呢，从苏澳开到台北，居然要花4个小时，比之前还要多1倍，真的很夸张。
而另外一方面呢，疫情之后，旅宿业呢面临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缺工潮，也让民众的旅游品质越来越差。商业周刊的调查发现呢，有80%的饭店少了1成以上的员工，甚至还有饭店少了37% 的人力。不过，虽然业者的人手不足哦，但他们服务的客人却没有减少，甚至是越来越多，导致整体的服务品质都开始下滑。有人在溪头呢入住知名的饭店，早上7点钟进餐厅，却发现饭啊、菜啊、粥全部都早就被抢光了，连碗都用完了，服务人员都没有补。还有人在台南住旅馆，下午4点半入住哦，结果光排队就排了1个小时，好不容易办完呢，却要等到下午6点半才能够进房。除此之外呢，也有人抱怨哦，台湾的旅游景点超级无聊，不是什么彩绘村，就是千篇一律的老街啊、夜市，卖的东西大同小异，甚至一不小心呢，就会遇到坑杀游客的不肖商家。所以很多人就会批评哦，在台湾真的超级不好玩的，如果要花同样的钱，宁愿出国玩。有人计算以南投为例哦，观光旅馆平均1个晚上要台币15000，在南投呢住2个晚上花的钱就已经可以去长滩岛6天的鸡加酒，品质怎样先不说，光天数就已经赢烂了。那当然有人会说物价差很多，这样子比不合理。所以我们好奇之下呢，用订房网站查询哦，结果发现呢，在类似的条件之下，住冲绳好像还比住垦丁划算。同样是2个人哦，同样是台湾跟日本的暑假期间，如果在垦丁住一晚呢，最低价是台币1200元。这个条件呢是需要混宿跟别人共用卫浴。那如果是在冲绳哦，价格低于1200的旅宿有超过时间可以选，最低的只要不到900元。而且在冲绳呢，只要台币1000元就能够拥有独立的房间跟卫浴。那如果要花到快2000，还有厨房啊、洗衣机、微波炉等等，台湾民宿呢通常没有的设施哦，看起来 CP 值好像真的比较高。不过面对这种不如出国的批评呢，其实也有一些人不太认同。像是机票达人布莱恩呢就说，同样是花2万去日本玩呢会被人羡慕，但去花莲会被耻笑。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打卡炫耀程度的不一样，但这并不一定代表去日本就真的比较划算。类似立场的人呢会强调，旅游的目的主要是放松心情，或者是调试生活节奏。如果去花莲玩就能够放松，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况且观光旅游呢是为了自己快乐哦，把别人的羡慕程度拿来衡量自己的投入有没有划算，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吗？而另外，就算花的钱跟交通时间都差不多，但出国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机票，如果要买纪念品啊或者是吃美食就不一定划算。而且虽然台湾真的很塞，但要是仔细去精算交通的时间，比如搭飞机前呢，还有包含登机前后的准备，出国也不一定真的比较方便。然后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因为语言不通，让整个体验没有像在台湾那么自在。不过就算出国真的没有想象当中划算好了，在网络上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人对我们的国旅非常不满意。然后根据 Booking.com 调查，有超过70%的台湾人在种种的考量之下，每年还是会安排很多次的国内旅游。可想而知哦，如果台湾的国旅状况没有进步，那大家留在台湾玩可能只会越来越不开心。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关心的就是国旅目前的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先说结论，很难。在价格的部分呢，观光局认为旅游是市场机制，旺季人潮多，价格当然高。他们也呼吁业者推出平日的优惠，鼓励民众分散时间出游，比较能够享受品质跟价格双赢的行程。不过业者则是表示哦，平日如果没有其他的诱因或补助，其实很难吸引到上班族。再加上目前的缺工问题严重，就算平日的旅客变多，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负担这些旅客的需求。而除此之外呢，业者也分析哦，尽管越来越多台湾人出国去玩，但目前国际旅客也逐渐的回流。在今年的3月底，入境台湾的旅客呢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两边相互消长，房价可能持平，甚至还会继续涨，降价的几率不高。而针对品质的部分，观光教父严长寿则认为呢，旅宿业者面对国旅大爆发，应该要主动的控管成长，避免品质不佳坏了名声。像是宜兰的这个不老部落呢，结合了在地的文化，推出深度的旅游，并且坚持1天只接30位游客。尽管要价3000多元哦，预约仍然络绎不绝，不会受到淡旺季的影响。不过他也承认，他推动用文化吸引旅客的观念已经很多年了，他会选择这种发展方式的业者仍然是少数。他认为是整个台湾社会对于旅游的基础素养不足，习惯踩点打卡式的观光，而不是长时间的深度漫游，导致旅游的品质难以提升。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交通的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个部分民间或业者其实很难做什么改变，多半还是要仰赖政府做好交通规划，健全大众的运输，不然就算其他的环节再好，大家到不了或者是超塞车，一切也是空谈。在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这样子重要的题目。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常会把自己在台湾玩的经验投射进去，然后就会觉得对，在台湾玩真的好贵、好塞、好无聊。但从数据上面来看呢，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在台湾玩，甚至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对于来台湾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有兴趣。那这样子的状况呢，是代表台湾人总是口嫌体正直，或身在福中不知福吗？我们觉得或许也不能够这样说。讲到观光旅游，大家所追求的通常就是想要留下一个好的或印象深刻的体验，所以相较起来呢，出国玩的新鲜感，国旅确实很难比得上。但相对的，很多外国人想要来台湾玩，也未必是因为台湾超好玩，有可能呢，只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台湾的体验很新鲜。那当我们对于这些新鲜感的印象非常强烈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忽略旅途当中不那么愉快的经验，比如说搭飞机很累啊，语言不通有点不方便，吃东西的口味不习惯等等。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不管台湾人或外国人，大家在于台湾观光旅游的需求真的都很强烈。所以从这个点呢，我们就延伸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既然这个产业其实很有市场，那我们就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好，不只是让来台湾玩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够让台湾人自己的休闲娱乐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好像只能够出国玩才好玩。那第二点是，既然这个产业其实很有市场，那或许它有机会容纳更多人投入，提供更多不同的，甚至是更有竞争力的选择。比如说，可以有更多的特色民宿、独创的创意料理、专属的套装行程，在创造差异化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让游客的体验更精致、更多元。不过这边也只是我们比较粗浅的想法，实际状况肯定更复杂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资讯或想法，欢迎你分享在留言区给其他观众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如果你手边刚好有10天连假，你会怎么规划呢？绝对是出国玩啊，机会难得，能够去多远就多远。比挺国旅哦，我希望留在台湾，他会想要去体验比较特殊的景点或行程。所以出去玩什么的又累又花钱哦，我还是留在家里打电动看剧最舒服。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选择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国旅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世界遗产以及观光冷知识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